中国媒体、自媒体都在传川普跪了。真的是这样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面帮总统辟了个谣，总统根本没有主动减免中国关税。贝森特说得明明白白，关税要减下来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更令人震惊的是，贝森特的态度强硬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中国自己不肯改变，那么美国将会强迫他改变。让我们直面现实吧，本届美国政府内部全是对华强硬派，一个比一个狠。相对而言，川普竟然都算是对华温和派了。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海啸即将袭来。财联社4月24日的最新报道让我们看清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的2种方案，没有一种对中国是好消息。第一种方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可能降至 50% 至 65%。 别被降至这个词迷惑了，这实际上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商品将面临至少1半以上的额外成本。第二种方案更是令人毛骨悚然，被称为分级方案。美方将把中国商品分为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和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战略意义2类。对前一类商品征收 35% 的关税，对第二类商品的关税税率至少为 100%。 这简直就是明摆着要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一刀砍死啊！还有人抱着幻想，认为川普会软化立场。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已经明确表态，川普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立场没有软化。这不是明示，这是明确警告。更可怕的是，国务卿卢比奥的言论更加赤裸裸。他在4月22日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示，中国会因为关税承受巨大代价。他甚至直接指出，中国经济是出口驱动型经济，他们的整个经济并非建立在国内消费上，而是建立在过度生产并倾销到世界各地经济体的基础上。这话说得多狠，直接把中国经济的命门给戳破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4年中国出口总额高达 3.82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1.5%。 而在这巨额出口中，对美出口占比依然高达 16.8%。 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一旦美国关税真的落地，中国至少有 3.5% 的 GDP 直接受到冲击。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数据，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约为2亿，其中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约为5000万。如果美国的关税政策全面实施，按照最保守估计，至少有 30% 的出口产能将面临淘汰，那就意味着至少1500万人将面临失业。这个数字简直骇人听闻。更让人揪心的是，欧盟也在跟进美国的做法。在川普4月2日宣布广泛加征关税后，欧盟立即表示，他们担心大量低价中国商品会转向欧洲，因此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包括新的紧急关税以及加强对进口流量的监控。简单来说，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的出路正在被一一封死。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欧盟也效仿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约为4850亿欧元，约占中国总出口的 14.5%。如此一来，中国将有超过1/3的出口市场受到严重影响。当然，也有人抱着幻想，认为美国和中国会在谈判中各退一步。但贝森特周3的表态直接浇灭了这个希望。他明确指出，川普不会单方面降低对华关税。关键是，贝森特还表示，美中贸易的全面再平衡过程需要2至3年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做好长期应对高关税的准备。
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实施高达60%的平均关税，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下降0.8至1.2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本来就只有5%左右，这意味着实际增长可能仅为3.8%至4.2%。这将是自1990年以来，除了新冠疫情期间之外，中国经济增长最低的一年。更糟糕的是，贝森特甚至明确提出，中国现在应该将经济转向消费型增长。这看似是建议，实则是赤裸裸的威胁。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深度依赖出口长达40多年，突然转向消费驱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仅为54%，远低于美国的68%和欧盟的63%。这种结构性转变至少需要10年时间，而美国却给出了2至3年的最后通牒。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感受到压力。根据彭博社的最新调查，中国制造业 PMI 在4月份已经跌至 49.5， 连续第2个月处于收缩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出口订单指数跌至 47.8， 创下近8个月来的新低。这表明，仅仅是关税威胁就已经让国际买家开始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订单。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遭受冲击。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 3.2 万亿美元。虽然看似庞大，但实际上已经较2022年峰值下降了近5000亿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中国出口持续下滑，外汇储备可能会加速流失，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有专家甚至悲观地指出，这次的关税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卢比奥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示，从地缘政治上讲，这很危险，也必须加以应对，我们不能再拖了。我们已经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了25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最终将生活在一个在所有事关我们安全和繁荣关键问题上都依赖中国的世界里。这段话的潜台词再明确不过，美国不仅要通过关税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更要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按照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的说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争端，而是一场全面的经济冷战。更有意思的是，贝森特在谈到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时，显露出明显的差别对待。他表示，美国与印度的谈判非常接近达成协议，而且谈判相对容易，因为印度的贸易壁垒大多是高关税，没有货币操纵，复杂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也较少。这种公然的偏袒态度，让人不禁怀疑，美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华尔街分析师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此举的目的很明确，迫使全球供应链重新洗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到2025年，全球可能有至少 20% 的对华投资将转向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这对中国制造业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中国做出了所谓的重大改变，美国的态度也未必会软化。贝森特的言论暗示，美国要求的改变可能涉及中国的产业政策、国企补贴，甚至政治体制。这些要求对中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简单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而中国可能输得更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每上升 10%， 全球贸易量就会下降约 1.6%。如果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全球贸易可能萎缩 5% 以上，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一冲击。更糟糕的是，这场贸易战正值中国经济
转型的关键期。中国本来就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多重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 2.8 亿，占总人口的 20%。与此同时，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8.3%， 创下历史新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关税无疑是雪上加霜。有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中国可能面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中国的失业率可能上升3个百分点，导致超过4500万人失业。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彻夜难眠。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定价权和话语权，而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却深度依赖外部市场。正如卢比奥所言，中方在关税战上确实存在脆弱性。更重要的是，这场贸易战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略博弈。正如卢比奥所言，美国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在所有事关我们安全和繁荣关键问题上都依赖中国的世界里。这意味着，即使中国做出妥协，美国的压力也不会真正减轻。